我意外传送到虫族世界，看到的却是土著开着格式机甲抵抗虫族大军，而我手里就只有一把 AK-47。他们嘲笑我是个送死的炮灰，却不知我拥有自由穿梭的传送门。于是我反手将机甲图纸打包送给官方。当土著们还在机甲数量发愁时，我却领着数万机甲大军降临异世界。地下隔离舱的气压门缓缓合拢，警示灯垂下的红光像血一样冷。我站在16名特战队员中央，感受着舱内凝固的空气。这次没有情报，没有地图，我们这支精干小队就是探路的锥子。郑哲带领的雷霆小队正检查着外骨骼装甲，素颜和科研组则死死护着采集箱。我低头看了一眼视网膜界面，倒计时正在疯狂跳动。最后10秒，我低声自语。各组检查装备通讯正常，准备出发。郑哲的命令打断了我的思绪，随着倒计时归零，空间被生生撕裂，耀眼的蓝光像野兽一样吞噬了视线。郑哲率先迈入那道光之门，几秒后，他的声音从耳机里传回，带着一丝紧绷后的释然。环境稳定，氧气可呼吸，安全。我深吸一口气，带头跨入了光的彼端。落地后的第一感觉是冷，这是一片陌生的原野，天色阴沉的像要塌下来，风里带着一股令人反胃的金属腥气。远处的山脊上，残破的高塔像枯骨一样立着。环境正常，你的倒计时还有多久？素颜第一时间展开扫描仪问我，我抬手看了看幽蓝的数字，还能维持3小时。和你第一次去丧尸世界的情况很像。素颜推了推眼镜，语气竟有些兴奋。只要再经历几次共鸣稳定，我们就能建立固定通道。推论先放一边，安全第一。郑哲打断了他，刚要布置搜索路线，远处突然传来一声沉闷的枪响，砰！紧接着是连串的爆裂回音。我猛地抬头看向声源，那边有交火。走！当我们翻过山脊，眼前的景象让我瞳孔骤缩。山谷中火光冲天，一群小轿车大小、披着金属甲壳的异虫正疯狂围攻一支士兵小队。那些虫子喷吐着绿色粘液，撞击力量大得惊人。这次是虫灾世界。我低声惊呼：“不管是什么，先救人！”郑哲怒吼一声，雷霆小队火力覆盖。外骨骼装甲的自动炮瞬间倾泻出炽烈的火舌。短短1分钟，原本嚣张的虫群在两面夹击下化为碎肉。硝烟弥漫中，对方的领头军官摘下头盔，他满脸硝烟，眼神却锐利的像刀，对着我们就是一个标准的军礼。昊天集团军白红营1连连长岳伟峰，感谢支援。敢问你们是哪个军区的？那嗓音嘶哑却沉稳，透着一种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军人气。郑哲愣住了，我也愣住了。中文？郑哲有些犹豫，这种跨时空的身份很难解释。我直接走上前，平静地直视岳伟峰的眼睛。我们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大夏。全场死寂，岳伟峰的表情从错愕到震惊，最后化为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他看着我们这一身从未见过的精良装备，颤抖着打开了军用终端。报告发现一支自称来自异世界大夏的部队，请求最高指示。消息层层上报，我们被护送到了001号军事基地，那里防空炮林立，自动火炮密布，空气中都是硝烟的味道。基地门前，白发苍苍的万智渊博士正颤抖着手抚摸着我们带来的玄辉实况样本。这是真实的能量反应。万博士老泪纵横，死死抓住素颜的手。你们带来的是希望。我看着这些在虫灾边缘苦苦挣扎的同胞，心中百感交集。素颜告诉我，如果这是星际级虫潮，这个世界本已注定毁灭。但我看着窗外，晨曦微亮，基地上空那面会有烈焰的旗帜依然在风中挺立。无论是哪个世界，我听见夏浩瑞司令站在我身后，语气坚定如铁。大夏从未向命运低头。我转头看向眼前这位满头白发的老者，他目光如炬，即便隔着屏幕，那种从战火中淬炼出的威压依然扑面而来。我是大夏中枢总指挥夏浩瑞。他沉声开口：你们说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大夏。我迎着他的目光，平静而郑重的颔首：是，我叫陈默。我们来自一个与你们相似却没有虫灾的大夏。会议室陷入死寂，我能看到屏幕背景里参谋们正疯狂比对着数据。片刻后，夏浩瑞缓缓坐下，眼神深处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那是绝望中骤然亮起的火种。看来，他低声感叹：你们真的是来自另一片土地的勇士。我们能来是种巧合，但留下的时间不多了。我看着表盘上跳动的余秒，2个小时后我们要回去，预计1周后再来。素颜直接切入了正题。既然无法抵达中枢，那就先进行科技情报互换。我们将分享我们的科研方向，下次回来直接开展联合攻关。夏浩瑞眼神一亮，果断拍板：好，立刻整理资料。很快，首席专家万智渊博士到来。他虽然眼底青黑，却亢奋得像个少年。他递出的是曙光计划、高能粒子武器、防御屏障以及最核心的机甲技术。素颜也没有保留，将我们这边的超聚变能核心和零碳玄辉式能源应用全盘托出。那一刻，2台终端频繁闪烁，代表2个文明的科技术在这1秒完成了跨时空的缠绕。陈默同志，夏浩瑞的声音厚重而深情。我代表这里的大夏，感谢你们带来的希望。我微微一笑，同源同根，理应相助。等我回来。倒计时归零，在那道熟悉的湛蓝光门前，我回头看了一眼岳伟峰，这个刚毅的汉子立在风沙中，眼中满是期盼。下次见。我跨入光芒，在睁眼时已回到了冷峻的隔离舱，视网膜上的光标重新启动，倒计时5天。我还没站稳，素颜已经疯了一样扑向全息操作台。他看着异世界传回的雷泽机甲体系，呼吸急促的像要断气。天哪，陈默，他们已经走出了完整的机甲理论，机
纤维、神经同步全都有。他狠狠拍了一下桌子，狂笑道：他们唯一的瓶颈是能源，而这恰恰是我们的强项。用玄辉石组建微型反应堆，他们的机甲将不再是5分钟的玩具，而是真正的钢铁巨人。与此同时，蓝星的大厦高层下达了死命令，罗布泊基地全线动员，不惜代价向虫灾位面运送能源物资。在隆科大的实验室里，沈明杰院士正颤抖着手翻阅那份雷泽机甲工程。他看着那些超前的设计，一边感叹理论的自洽，一边开玩笑的自语：上头难不成真在月球背面挖出了外星科技？两个世界的科技开始互补，他们有意志和结构，我们有资源和能源。我看着窗外忙碌的军用车队，心中很清楚，下一次穿越不再是简单的探索，我们将带着大厦的战备与希望，去救援另一条时间线上的同胞。那是2个大厦共同的逆天改命。科研院所、军工厂、秘密实验室，全国各地的尖端大脑正像溪流汇入大海一般，向素颜的手中集结。我看着素颜站在玻璃长廊前，望着窗外灯火，嘴角带着一丝笑意呢喃：2个世界的科技树合流了。与此同时，白发苍苍的沈明杰博士正准备泡一杯茶，却被一群安全局的人推开了门。为首的人很恭敬，但话语却重于千钧。沈博士，接受这项任务，您可能要对外消失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犹豫，当他在那份写着项目来源异世界大厦的文件上签下名字时，他的眼神里透出一种少年般的狂热。能在有生之年见证2个世界的科技并肩，是一生的荣幸。一架直升机接走了他，他在机舱里最后看了一眼陪伴数十年的实验楼，转身奔向了罗布泊那片荒凉却承载着全人类希望的土地。罗布泊的夜静得能听见沙砾摩擦的声音。我走在院子里，倒计时跳动的让我有些喘不过气。秦心玉不知何时走到了我身后，夜风拂动她的长发。你看起来有心事。她轻声问。这次不同。我望着星空，苦涩的笑笑。那边是和我们一样的大厦，同样的血脉，同样的旗帜。看着他们被虫灾吞噬，我心里很难受。如果虫族真是无法战胜的星际文明，我们做的这些会不会只是杯水车薪？秦心玉静静地看着我，目光亮得像夜空中最坚定的星。不是徒劳哦，人定胜天从来不是口号，哪怕结局是失败，努力的过程本身就是意义。况且他们既然与我们同宗同源，就一定有着同样的骨气，自强不息，从不低头。我愣了几秒，压在心头的巨石终于松动了。没错，哪怕前路再黑，我们也该做那盏灯。倒计时0点，传送门轰然开启，蓝白色的能量漩涡犹如一颗坠地的恒星，将罗布泊的荒漠照得如同白昼。雷霆小队出发！正直的怒吼声中，几十辆100式主战坦克发出雷鸣般的轰鸣，履带碾碎沙砾，疯狂冲入光幕。我和素颜紧随其后，我们身后是满载玄辉石和零碳钼矿的运输车阵，那是跨越世界的火种。当我冲出传送门的一刹那，世界瞬间被炮火淹没，空气里全是金属烧焦的味道。无线电里传来了岳伟峰嘶哑却高亢的喊声：你们终于来了！我推开舱盖，前方阵地上一片惨烈，岳伟峰披着染黑的披肩，带着残存的战士死死守在防线最前方。有人单手换弹，有人浑身是血。他们之所以不退，仅仅是为了给我们腾出一块安全的着陆场。全员准备，火力覆盖！郑哲下达了指令，几十辆100式坦克同时扬起炮口，火控系统瞬间锁定了远处如潮水般涌来的虫群。轰！数十发穿甲榴弹排山倒海般出膛，像流星雨划破了那片阴沉的天空。巨大的冲击波掀起滔天火浪，方才还不可一世的虫群在烈焰中被生生撕碎，机枪火舌横扫，弹壳如雨。短短10分钟，溃败的战线被硬生生定住了。我看到岳伟峰在那边大口喘着气，他望着这一排排充满力量感的重型坦克，眼中满是震撼与劫后余生的感激。撑住了，他喃喃道。我跳下战车，踩在异世界的焦土上，看着远处缓缓落下的夕阳。这一刻，我知道战斗才刚刚开始，而2个大厦的脊梁此刻正合在一起，撑起这片将倾的天空。战斗的余波还未散尽，岳伟峰就急匆匆赶到了我面前。他看着那一辆辆满载异界矿石的运输车，眼底闪烁着某种名为希望的光。他郑重地告诉我，中枢已经下令，我们要立即前往大厦抵抗虫巢的核心枢纽001号军事基地出发。郑哲简短有力的回应，车队重新启动，履带在焦黑的土地上碾过，发出沉闷的轰鸣。我坐在颠簸的车里，看着车窗外被炮火映亮的废墟，轻声对岳伟峰说：岳营长，我们能停留5天，5天后我会回去带更多资源来。岳伟峰愣了愣，随即露出了一个疲惫却真挚的笑容。有你们在真好。001号基地坐落在荒漠与钢铁的边缘，像一头沉默的机械巨兽，布满了防空炮和自动火炮。基地正门前，夏浩瑞司令披着指挥披风，正和白发苍苍的万智渊博士亲自等候。下车的一瞬间，我看到了那双饱经战火的眼睛，那里除了疲惫，还有近乎偏执的希望。夏司令，万博士，物资送到了。素颜上前一步，示意士兵开启车厢。当蓝、白、银3色的矿晶在灯光下折射出如梦似幻的光辉时，万博士的手颤抖了，他快步上前，触摸着玄辉石，像是在触摸某种神迹。这是真的，不是幻象。他猛地转过身，死死握住素颜的手。你们带来的是希望。
他等不及任何寒暄，拉着素颜和沈明杰就往实验区冲。走，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费。我随下司令进入，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支援，这是人类对虫族发起的第一次，也是最响亮的钢铁回击。在001号基地的控制中心，我站在素颜身后，大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快得让人眼花缭乱。开始实战数据记录，素颜的声音冷峻，指尖却在微微颤抖。万博士则轻声呢喃：“我们的孩子终于上战场了。”屏幕的另一端，东南防线正沦为人间炼狱，重甲种虫族顶着155毫米火炮的轰击，正疯狂啃噬着阵地。连长嘶哑的咆哮和士兵们人在阵地在的绝死呐喊，隔着屏幕都震得我胸腔生疼。就在防线即将被黑压压的虫巢彻底吞没的那一刻，天空变色了，空气被强行压缩，发出了撕裂般的音爆声。我屏住呼吸，看见一团耀眼的蓝白光芒从天而降，那是15米高的钢铁巨影，伴随着地动山摇的巨响，狠狠砸在了战场中央。是机甲，我们的机甲来了！无线电里传来了士兵们近乎疯狂的欢呼。雷泽机甲落地的瞬间，地面猛然下陷半米，激荡的尘浪直接掀飞了最前排的虫群。驾驶舱内，岳伟峰的声音低沉如铁：“放心，援军到了。”紧接着，那是属于钢铁的暴力表演。雷泽抬起右臂，星辰太巨斧裹挟着蓝色的能量弧光，一记力劈华山。重甲种那号称连钢板都能撞凹的外壳，在这一斧面前脆弱的像张薄纸，瞬间被劈成两半。巨斧横扫，音爆阵阵，数十只异虫被搅成漫天碎肉。高能激光炮发射，两道刺目的白光划破夜空，虫群密集区瞬间被高温气化，留下一地焦黑。岳伟峰踩下推进器，雷泽化作一团蓝白风暴，在虫巢中心开启了单方面的屠杀。那一刻，我看着屏幕，手心全是汗。这不只是一台机器，这是人类意志的钢铁延伸。东南防线稳住了，士兵们看着那台如战神般的机甲，发出了震天的欢呼。控制中心内，万博士看着近乎完美的战力数据，忍不住露出笑容。只要能批量制造，这边的文明就稳了。然而，万智渊博士却没有笑，他摘下眼镜，神情落寞地叹了口气，指着全息图上那触目惊心的红区，供应链已经崩了。他的声音有些沙哑：“美洲失守，欧洲苟延残喘，现在的地球只有我们大夏还在孤军奋战。”我看着那张全球态势图，心中猛地一沉，这意味着这个世界的大夏已经成了文明最后的孤岛。即便我们有跨时代的机甲图纸，但如果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支撑，一台机甲能救下一个防线，却救不了整个星球。我转头看向素颜，她也正看着我。我们都明白，接下来的5天准备期，我们需要带回去的信息比物资更沉重。我们要救的是一个濒临破碎的文明体系。东南防线的战火虽然暂时被机甲平息，但控制中心内的气氛却依然沉重。万智渊博士指着那张几乎被红色吞噬的全球态势图，声音沙哑：“即便有了雷泽，我们的生产线也维持不下去了，资源断绝，工业崩溃，我们甚至没法大规模筛选合格的驾驶员。”我和素颜对视了一眼，两人的眼神里透着一股前所未有的决然。如果是供应链的问题，等传送门稳定后，我们那边可以全权负责。素颜拍了拍万博士的肩膀，语气坚定：“核心部件、能源组件、装甲模组，我们的大夏来供应。”我也接话道：“至于驾驶员，我们那边也会同步开启筛选。我们要送最坚韧、最不惧牺牲的骑士过来，和你们并肩作战，同为大夏人不分世界。”那一刻，万博士红了眼眶。我看着这3个顶尖大脑连夜投入了新一轮的技术攻关，实验室的灯光亮了一整夜，争论声、键盘声、方案被推倒重来的低吼声交织在一起，他们在赌命，在为这个濒临灭绝的文明强行续命。与此同时，我站在基地指挥大厅的巨大全息沙盘旁，夏浩瑞上将坚持让我留下。他说：“你是希望的源头。”理应听见我们的战歌。沙盘上，红色的光点如潮水般蔓延，每一个防线的点燃都意味着无数生命的陨落。看着那近乎绝望的战况，我终于忍不住走上前，低声对这位老人说：“夏将军，如果真的势不可为，我可以开启传送门，把你们的人带到我们那边去，那里很安全。”夏浩瑞愣了一下，随即笑了，那笑容里没有半点动摇，只有一种历经战火后的平静与骄傲。你的好意我领了。他抬头望着那张象征着疆土的地图，目光如炬。但守土之责，我们责无旁贷。若为了苟活而舍弃脚下的土地，我们还算大夏人吗？指挥大厅的灯光映在他的鬓角，白发如霜。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他顿了顿，声音不高，却震得我灵魂发颤。李凡，倘若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们挡不住了，请在你们世界的博物馆里为这个位面的大夏留下一笔永不磨灭的荣光。我僵在原地，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在那一刻，我看到的不再是一个在漠视苦撑的指挥官，而是一根即便折断也绝不弯曲的属于整个民族的脊梁。我明白，他拒绝的不是生存，而是屈服。黎明再次降临，素颜带着厚厚的蓝图走向我，那是筛选机甲骑士的绝密技术。我们要回去了，沉默。他的眼睛里满是血丝，但精神却异常亢奋。我点了点头，深吸一口气，最后看了一眼这座钢铁要塞。5天的停留期即将结束，但2阶的纽带已经彻底锻造完成。我们带走的是求救的信号和技术的火种，而带回来的将是足以焚尽这些异虫的滔天怒火。大夏绝不低头。5天实现转瞬即逝。临别前，岳伟峰营长驾驶着那具名为雷泽的钢铁战神再次归来，机甲的外
外壳上布满了虫族的残血与胶痕，但他眼中的光比蓝色的能量脉冲还要炽热。雷泽出击，虫族退潮，这句口号已经传遍了整条防线。素颜和万博士将那份几乎是呕心沥血完成的机甲优化方案合上。素颜看着那具15米高的巨兽，长叹一声，真想留下来和你们并肩到最后。万博士拍了拍他的肩，眼眶泛红，带上成果回去吧，帮我们延续希望。传送门在广场中心缓缓张开，郑哲率领的特战队集结完毕，但他们身后的几十辆100式坦克和海量补给弹药却整齐地留在了原地。我看向夏浩瑞司令，微微一笑，这些留给你们，你们比我们更需要。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沉默了3秒，随后庄重地敬了一个军礼。在那片被战火熏黑的天空下，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种名为大夏的意志在2个世界间无声传递。踏回罗布泊基地的那一刻，熟悉而干燥的风扑面而来。安全局局长于国栋早已等在出口，素颜脱下防护服，没顾上休息就汇报了战果。原型机验证成功，可以压制虫族，但那边的供应链和人员筛选已经彻底崩了。会议室内，素颜的话掷地有声，我们必须依托这边的完整工业体系，为他们制造组件，甚至我们要在这边选拔驾驶员，送他们跨界出征。会议室里安静到落针可闻，于国栋猛地拍向桌面，眼中神光湛然。好，这才是我们大夏的风骨。异世界有难，我们绝不袖手旁观。他转头看向我，我深吸一口气，感受着体内那股涌动的能量。局长，再过7天，我就能开启稳定的传送空间，到那时2界通道将正式常态化。随着批复下达，代号雷泽计划的最高机密指令，像一道隐形的雷霆横扫全国。为了掩人耳目，对外它被称为第6代空天机研发。然而，当那些被高度拆解的设计图传到各大军工厂和研究院时，全国最顶尖的工程师们集体失声了。这种扭矩强度，现有的钛合金根本承载不了。这种能源曲线，这是把微型核电站塞进机器人里了吗？惊叹声、质疑声此起彼伏。而当他们看到随物资运抵的4种关键材料——玄辉石、双蓝晶、零碳钼矿，以及从异界带回的星辰钛合金样本时，整个大夏科研界沸腾了。他们意识到自己正亲手触碰着一个时代的门槛。与此同时，另一项更加绝密的计划也在悄然展开：机甲骑士全军选拔。那份从异界带来的蓝图被复刻成了上千台神经压力测试机，秘密运往各特种部队。我站在罗布泊的星空下，看着远处不断闪烁的实验灯光，心中很清楚，在另一个世界，岳伟峰他们还在苦守；而在这个世界，一整条庞大的工业巨龙已经睁开了眼睛。7天后，我们将不再是小心翼翼的探索者，我们将作为2个大夏的联合军，带着无穷无尽的钢铁洪流跨越世界去复仇。随着最高指令下达，整个大夏悄然进入了雷泽模式。我站在指挥中心的高台上，看着屏幕上跳动的全国工业地图，上千个科研院所，数万家工厂，在无数个无人知晓的黑夜里同时开火。航空、冶金、电子、材料，这头名为大夏工业的巨龙彻底睁开了眼睛。与此同时，国际市场掀起了滔天巨浪。商务部以6代机研发为由，在全球疯狂扫货，钛、镍、稀土的价格像坐上了火箭。外媒的头条全是不安的猜测：大夏到底在造什么？一架飞机，还是一个怪物？只有我们知道，那不是飞机，那是能撕碎虫群的钢铁神灵。而面对外界的喧嚣，中枢的指令只有冰冷的4个字：全速推进。与此同时，另一场更加隐秘也更加残酷的选拔正在展开。素颜带回的神经检测设备被复刻成了成千上万台。从外表看，它们只是普通的体检，但其核心算法却能直接触碰人类灵魂最深处的震颤、脑神经反射强度、精神共振频率。这是通往雷泽骑士唯一的门票。首轮秘密测试在全军系统展开，数百万名最优秀的士兵排成长龙走过检测仪。然而，当最终的汇总数据摆在素颜面前时，这个天才疯子第一次露出了无奈的神色。几百万人只有几10个适配者。他指着那份被红线标注的名单，声音沙哑：适配比例连1/1000都不到。名单上清清楚楚地写着1级仅有12人，这意味着大夏最精锐的特种兵里，能真正完美驾驭雷泽机甲的，也不过区数人，太少了。东部战区司令贺星耀紧锁眉头，一台机甲就是一个战区，几10个人根本撑不起未来的跨界军团。他转头看向安全局局长于国栋，眼神如刀：局长，扩大筛查范围吧，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声势太大，全世界的眼睛都盯着我们呢。于国栋有些迟疑，那就换个名头。贺星耀微微一笑，那笑容里带着军人特有的果决。以全国免费大体检的名义，这是利民工程，谁也说不出半个不字。很快，一份关于全民免费健康普查的文件传遍了神州大地。普通百姓在感慨国家的福利，学生们在操场上排队走进体检车。他们不知道，在那台闪烁着微弱蓝光的仪器背后，大夏中枢的加密服务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筛选着那些被选中的灵魂。我看着那不断跳动的数据流，心中五味杂陈。在那一个个普通的校服少年、平凡的工厂工人或是都市白领中，或许正藏着未来的救世主。他们会在某一天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从此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然后穿上沉重的神经反馈衣，跨越光门，去迎接另一个世界的漫天火光。7天的倒计时还在继续，大夏正在举国之力为那场跨世界的远征寻找最后也是最强的心脏。罗布泊那边的节奏却被另一件事猛地提速，要把那扇门彻底稳住，与虫灾位面连成一条活生生的输送链，把援助、人力和物资全都送过去。雷泽机甲的第一批关键零部件已经按序堆上运输车，玄辉石、双蓝晶、零碳钼矿，那些从异世界带回的怪异矿藏，装满了几个巨大的地下仓库，一切都在等同一个时刻传送门稳住。门一开或走人走往返成列，军令如山。为确保对面战力与后勤输送，中央抽调拱卫龙都的精锐第81神威集团军应令入列。
天旋、苍耀、赤霄3支合成旅整装待发，枪炮补给、装甲工兵全套到位，连夜列装拉网成队。率军出征的是中部战区司令葛兴泽，他站在集结场前，目光冷厉，与东部战区司令贺星耀并肩而立。两人握手的那一刻，既是承诺，也是交接。葛兴泽应笑一声：“我带着一整个集团军去对面救援家里这一空档，你们可别让我回来发现家被人偷了。”贺星耀拍着他的肩，信心满满：“放心，我们守家有的是办法，你就把那边守好。”贺星耀嘴角带笑，眼里有威胁的戏谑：“要是鹰将敢在我们门口耍花样，我们就先露点狠招，真敢动手，保准他以后不敢想。”两人相视一笑，话音落下，庄重笼罩，笑声收尽，所有人都知道这不是演习，这关乎万千生民的存亡。贺星耀笑着，却压不住那份沉重。要说危险，还是你那边更凶险，毕竟是直面虫族的世界。司令部的调度大厅里灯火骤明，巨大的战区作战板上密密麻麻的线路交织如网，哪支部队护送矿石，哪一旅负责机甲组件装载，哪支工兵团开辟临时供电与加油链路，哪支防御连驻守前线稳固后方，每一条线都是一根命脉，每一处标记背后都是成千上万人的性命。物资被编号打包加密，运输车队整齐排列，连普通工人的通行证都分等级连夜下发，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影响整个跨界行动。沉默站在一侧，目光在运输车在闪耀着蓝光的传送门，在那2位将领的身影间来回扫过。他知道这里的每一个决定都会被自己那扇门放大成现实。秦星玉走到他身旁，低声道：“别担心，所有人都准备好了。”沉默点了点头，语气平静却沉稳：“我们把能送的都送过去，你们把能守的都守好，两个世界各自尽责。”风卷起罗布泊的沙砾呼啸而过，军旗猎猎作响，装甲的反光映着苍穹。那不是演习，也不是排场，这是动员式交接式誓言。门要开了，路要打通，灯要亮，火要点。贺星耀最后望着葛兴泽，声音低沉却有力：“出去的是我们的大夏脊梁，留下的是我们必须守护的家。”时间一到，沉默深吸一口气，抬手，一瞬间，整个罗布泊的地下空间被蓝白光芒点亮，耀眼的能量漩涡在空气中成型，传送门彻底开启，在轰鸣与低频共振中稳稳撑开，空间被扭曲，空气中弥漫着金属与电离的味道。沉默与素颜率先迈步而入，脚下的光影流转，他们的身影瞬间消失在蓝光深处。虫灾世界大夏001号军事基地，此刻最高总指挥夏浩瑞已经在场，听到前线汇报，空间门开启，他几乎是快步迎出指挥中心的。当熟悉的蓝白光在空地上闪现，2道人影从光幕中走出时，他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你们来了。”但很快他疑惑地皱了皱眉：“就你们2个？”沉默笑了笑，眼中闪着光：“当然不止我们，这次是永久联通。”他压低声音，语气里带着一丝骄傲：“我们给你们准备了一个惊喜。”话音未落，另一边的罗布泊军号嘹亮，铁流轰鸣，中部战区司令葛兴泽的怒吼声回荡在指挥频道：“人为集团军，随我出征！”是。震耳欲聋的齐声回应。天旋合成旅率先开拔，一列列100式主战坦克、自行火炮、榴弹炮与远程火箭炮，引擎咆哮，履带翻滚，尘沙弥漫，如钢铁洪流般涌向那扇传送之门。轰鸣声、光爆声、指挥声交织成一场跨界史诗。坦克首批穿过传送门，紧随其后的是苍耀旅、赤霄旅，整个集团军宛如洪潮般涌入虫灾世界。虫灾世界的大夏中枢指挥区外，震动几乎让地面都在颤。夏浩瑞亲眼看着那一辆辆涂着神威徽章的钢铁战车从光幕中驶出，蓝光反射在每一面装甲上，犹如钢铁巨兽踏入新生的战场。他喉头发紧，声音哑着，几乎有些颤抖：“真是太感谢了。”这一刻他明白，这不是单纯的援助，这是另一个世界的大夏把自己的压舱底主力全都托付了过来。纵使对面的大夏再强，这样的集团军也不可能有太多，能派遣一支前来援助已经很不容易了。当神威集团军的最后一辆装甲车踏入蓝白色的光幕，传送门的另一端，轰鸣声还在震荡不休。紧接着第2波运输车队抵达，车灯排成长龙，照亮整个虫灾世界的夜空。一辆辆满载货柜的军用卡车驶出传送门，车厢内整齐堆叠着金属框架与能量模块，那是雷泽机甲的核心零部件。机械臂吊起锁具解封，万智渊迎上前，眼中闪着无法掩饰的光。沉默脱下手套，笑着说道：“时间太紧，我们那边的生产线只来得及赶制出足够组装5架机甲的部件。”万智渊闻言一愣，旋即脱口而出：“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完成5架？”他心头震撼，目光不由得落在那一箱箱贴着零碳钼矿核心旋灰石反应舱的标识上。他知道每一件都意味着一场跨越世界的奇迹，短短几日就能在对面完成整机零部件的批量制造，那说明那边的大夏不仅稳定了跨界运输，更已经拥有了工业奇迹般的生产能力。他抿了抿嘴，感慨道：“你们那边的大夏真是强得令人敬畏。若我们这边的供应链没被虫灾撕裂，也许也能并肩同行。”沉默笑着摇头：“我们本就是并肩的，只是隔着一扇门。”就在夏浩瑞以为运输任务已经结束，准备下令关闭防区通道时，忽然又是一阵隆隆的轰鸣声从传送门另一头传来，紧接着一辆接一辆军用运输车继续驶出，车厢上盖着厚重的防震帆布，侧面用醒目的红色油漆写着“特供军械支援吊臂”。掀开帆布，露出整齐排列的导弹箱、火炮、弹药机、炮仓、反装甲火箭筒，甚至还有新型能量弹与电磁脉冲炮的模块部件。夏浩瑞一时愣住，震惊的几乎说不出话。沉默笑着解释：“这是我们那边大夏的军械援助，物资、武器、弹药、能量补给、机甲部件、应急医疗设备也在后面车队中，能送的全送来了。”那一刻，虫灾世界的大夏官兵纷纷站起，看着那一排排跨界驶来的装甲运输车，眼眶都湿了。与此同时，在蓝星大夏的另一端，无数兵工厂夜以继日地轰鸣着，钢铁流动，火花飞溅，传送带的节奏连成一首机械交响。在一座兵器生产车间里，2个工人边干活边嘀咕：“奇了怪了，以前咱厂都维持最低产能，怎么最近突然全线拉满了？这节奏像是要开大战啊！你不知道，听说是上头准备大动作要打鹰将。”
将。他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地笑了笑。他们都笑了，却不知道他们手中拧紧的每一颗螺栓装填的每一发炮弹，都将跨越空间之门，去支援另一个世界，那片正在被虫族吞噬的大夏。就在夏浩瑞看着那一车又一车无穷无尽的物资驶入基地时，他终于忍不住笑了。谢谢你们，他的声音微微发颤，感谢你们的援助，大夏不会忘记。话音未落，基地的警报骤然拉响，刺耳的红光旋转闪烁，扩音器里的声音急促传出，警告西南方向发现大规模虫群数量超过100万，正在逼近防线。夏浩瑞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糟了！还没等他下令，一声沉稳而有力的嗓音在作战大厅内响起。夏总指挥。沉默素颜同时转头，只见葛星泽已经整装完毕，披着作战披风，神情冷峻如铁。西南防线由我们大夏神威集团军出战。夏浩瑞一愣，立刻摇头，不行，你们来自另一个世界，远道而来援助我们，我不能让你们去最危险的地方。葛星泽却一步上前，声音如雷。危险？那又怎样？他昂首看向指挥图上那片染成血红的区域，双眼如炬。纵使我们来自不同的时空，但我们同为大夏人。他高声喊出那句，震彻整个大厅。同宗同源，同血同脉，既然肩负大夏之名，那就一起守护未来的黎明。下一秒，指挥中心的广播响起，神威集团军全员出击。是，轰鸣声如山洪爆发，坦克引擎怒吼，重炮车列队出发，机步营迅速登车。葛星泽立于第一辆100式坦克之上，挥动指挥刀，身影在火光与尘烟间格外坚定。出征！万军铁流奔腾而去，蓝色的传送门余晖照亮了整个防区的夜空。一支来自另一世界的大夏军团踏上了为异界同胞而战的征途。夏浩瑞看着那支远去的钢铁洪流，喉咙一阵哽咽，只是低声呢喃了一句：“他们真的是我们的同胞啊！”沉默站在他身侧，目光深沉，心中也翻涌着热血与敬意。西南前线战火连天，硝烟与血雾混在一起，防线早已摇摇欲坠。无线电里嘶哑的求援声一遍遍传来：“这里是西南防线第3作战群，请求支援，重复请求支援。”然而回应他们的只有虫群震天的咆哮：“队长，弹药快打光了！”话还没说完，一名年轻的士兵猛地摘下头盔，咧嘴一笑，露出一排染血的牙齿：“队长，替我照顾好我娘。”虎子，你干什么回来？可那少年已经抓起机枪与炸药包冲出了掩体，他一边射击一边高喊着口号，声音被枪声淹没。几秒后，虫群中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冲击波掀起，沉浪血肉与碎甲混成雨点洒落。虎子，队长的吼声在战壕中嘶哑破碎。他知道那个年轻人用自己的生命为防线多换来了几10秒的喘息。指挥部，我们快守不住了，西线阵地被突破了3层，请指示。队长捂着耳机大喊，他的嗓音被震动的爆炸声吞噬。现在我们哪还有援军啊？他喃喃着，脸上全是烟灰和血。他知道全国上下都在鏖战，西北东南虫巢如海。突然耳机里传来一道沉稳的声音：“我是大夏中枢最高总指挥夏浩瑞，援军已经出发，10分钟内抵达你们战区，坚持住！如果局势失控，允许你们有序放弃外围区域，保存火种。”队长浑身一震，盯着远处翻腾的虫巢，猛地一拳砸在胸甲上。听见没有？最高指挥部让我们坚持，所有人给我守住这道防线！一声怒吼震得所有战士血液沸腾，战士们咬紧牙关，重新装填子弹，哪怕手臂在抖，哪怕呼吸都带着血腥味，他们仍旧端起枪，对准那黑压压的虫海。西南防线浓烟滚滚，那支残存的小队靠着一口血一股狠劲，硬是顶了下来。他们用几乎枯竭的弹药、手榴弹、炮弹，在短短几分钟内，竟生生逼退了数以千计的虫群。尽管虫巢只是暂时退去，可对这些早已力竭的战士来说，哪怕短短几分钟的喘息，都像是重生。队长靠在破碎的掩体边，满身血雾，气喘吁吁地看着前方翻滚的虫影。援军还能赶上吗？他喃喃着，语气里掺着几分无奈。就在这时，20公里外，指挥车内，葛星泽披着防弹披风站在装甲车前沿。全军听令，展开战斗队形，目标西南战区虫海正面20公里处，火箭炮集团装填，155重炮阵列，准备齐射，115主炮、车载迫击炮、卡车炮全线开火，温压弹、铝热弹、白磷燃烧弹，通通给我压上去，火力全开！是，短短几秒，天旋苍耀赤霄3旅的所有重炮口齐齐抬高，装填点火后座，上千门火炮几乎同时咆哮，地动山摇，整片戈壁被炸出了一个个翻滚的火海，暴风掀起的尘浪高达100米，连空气都被烧成了红色。前线的战士们正准备迎接虫群的下一轮冲击，忽然他们听见空中传来一种久违的嗖嗖嗖声，下一秒，整个地平线被火光吞没，爆炸的冲击波扑面而来，烈焰映红了战士的眼睛，虫族被炸得血肉横飞，残肢乱舞，大地在轰鸣中颤抖。队长怔怔地看着那片燃烧的虫海，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却止不住的滑落。哈哈，来了，援军来了！我以为这一幕再也见不到了。自从虫灾爆发，供应链崩溃，那种震撼天地的饱和火力打击早已成了回忆。可如今火再度烧起来了，炮声再度盖过了虫群的嚎叫。那一刻，他们终于再次看到属于大夏的钢铁洪流重新咆哮。炮火后的硝烟尚未散尽，新的轰鸣又卷了过来。地平线尽头，虫巢再度翻涌如一片黑色的海洋。那种密密麻麻的爬动声、嘶吼声、翅膀震动的嗡鸣，让空气都仿佛被撕裂。队长，虫海又涌上来了！战壕里的士兵大喊着。
声音里带着绝望。那片被炮火轰成焦土的真空地带，此刻又被无数星虫填满，像从地狱里爬出的浪潮。后方20公里处，神威集团军的指挥中枢灯火闪烁，葛星则一手撑在战术沙盘上，目光锐利如鹰。无人机回传的画面显示，前线的守军人数稀少，弹药告急，防线随时可能被虫海吞没。他冷声下令，命令天旋重装旅派出酸泥合成营，立刻前往支援前线。另外，炮火支援不中断，我倒要看看是他们的虫多还是我们的炮多。是。下令之后，战场上再度轰鸣，无数火舌喷吐而出，天空被炽烈的弹道划破，虫海再次被掀翻成焦炭与血雾。前线的士兵看着那片火海，心中第一次生出一点久违的痛快。哈哈，你们这些畜生也有今天！队长万应天举着步枪，满身是灰，他笑着却又紧紧皱着眉。要是再顶不住，恐怕……他没说完，忽然一名战士激动地跑来：“队长，我们的援军来了！”什么？万应天抬头，只见远处尘土飞扬，一列铁流正疾驰而来，那是几十辆100式坦克、重型装甲车、战术步兵方阵，钢铁洪流席卷而至，炮口光亮闪烁。几分钟后，2支部队在前线汇合。我是防守此处的队长万应天。天旋合成旅酸泥营营长郑哲听到这名号，万应天愣住了神。神威集团军，我没听说过这个编制。郑哲微微一笑，我们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大侠。万应天愣了好久，忽然咧嘴一笑，笑着眼眶湿了。管他哪个世界的大侠能来支援我们，就是兄弟。他伸出那只满是血泥与伤痕的手，郑哲立刻伸手握住万应天喉头一梗。这一段时间，太多战友死在他身边，他以为这场战争已经没人能救他了。而现在，他终于看到另一群同样穿着大夏军装的人从火光中走来。那一刻，他终于感觉到有人来了，来和他们一起撑起大夏的天。在郑哲率领的酸泥合成营加入战斗后，原本岌岌可危的防线终于稳住了。战场上的火光将天与地烧成一片赤红，机甲与装甲车的轰鸣交织在一起，弹壳落地的脆响像是一首铁血的战歌。后方指挥车里，葛星则透过无人机的画面，看着那一望无际仍在翻涌的虫海，眉头深锁。这虫族真是阴魂不散啊！他冷冷一笑，随即一拍桌面，传我命令，炮火阵线整体后移2公里，温压弹全线压上。参谋迟疑了一下，司令这一轮下来弹药恐怕会……葛星则打断他，语气如钢铁般冷冽：弹药的事不用担心，后方补给正穿过传送门，全速前进，告诉炮兵，今天我们让虫海吃个饱。是。几分钟后，虫海的方向光亮连成一线，天空被火光彻底染红，温压弹爆裂的瞬间，空气都被点燃，一朵接一朵的小蘑菇云在地平线上此起彼伏，巨响震彻天地，地面被生生掀翻，虫群被高温与气压撕碎，连血雾都被卷入炙热的气浪中，化为一片焦黑的真空地带。前线的万应天抹了把脸上的尘灰，眼神里满是震惊。我靠，这火力也太凶残了吧！你们这炮弹是吃了核反应堆长大的吗？一旁的郑哲笑了笑，解释道：“这是温压弹通过燃料云与空气混合形成爆燃层，2次爆炸产生的高温与冲击波会把整片区域的氧气都吞光。简单说，能活下来的不是虫就是怪。”万应天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此时后方的葛星则再度下令：“车载机枪重火力小队全部前压，对剩余虫族展开地毯式清剿。”是。顿时数千挺车载机枪怒吼着向前推进，金属弹链在阳光下闪烁着寒光，火线织成密不透风的网，将残余的虫族撕成碎片。西南防线终于稳住了。基地作战大厅里，一连串红色警示灯逐渐转为绿色。夏浩瑞长长吐出一口气，整个人像是瞬间苍老了几岁。过去这半年，大夏四面受敌，西北虫灾爆发，他咬牙调出全国1/4的野战部队镇压，东南沿海失守，又抽调1/4主力驰援，剩下的零散兵力还要分布在中部与边境，支撑那些濒临崩溃的防线。如今的战线已被拉得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薄。而就在上次，那次突防的虫巢一路打到了基地外15公里，几乎要攻进大夏最后的中枢。若不是雷泽机甲原型机临时赶到拼命死守，这座指挥中心恐怕早就成了废墟。可惜那只是唯一一架机甲，对于遍地都是火线的大夏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想到这里，夏浩瑞忍不住轻轻摇头，目光再次投向眼前的全息地图。还好啊，他低声道，声音里有一丝颤抖。还好你们来得够及时。他抬头看向陈默，郑重地鞠了一躬。感谢你们，你们真的救了我们。陈默伸手将他扶住，语气坚定。夏总指挥，你我同根同源，都是大夏炎黄子孙，真正该被感谢的是那些还在最前线拼命的战士们，他们才是托起这片土地的脊梁。夏浩瑞沉默片刻，缓缓点头。是啊，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他望向墙上的电子战损表，冰冷的数字不断跳动，每一跳都是一条生命的消逝。那一刻，这位肩负整个大夏存亡的最高指挥官，眼神微暗，却又在低声呢喃：只要有一口气在，我们就要守护。夏浩瑞的目光落在那5架雷泽机甲的部件上，他伸手轻轻抚过一块星辰钛装甲板，声音低沉却充满力量：你们送来的机甲组件意义非凡，现在我们连打造一套完整机甲都十分困难，供应链被虫灾撕碎，能源材料都紧缺。但有了这些部件，我们只需组装就能让5台雷泽机甲重见天日。一旁的万智渊博士早已顾不上休息，带着科研人员与工程兵连夜行动，把玄辉石电容单元抬进第2区实验间，小心震动。双蓝晶导能管要先预热到300度再对接。指令声此起彼伏，整个装配区灯火通明，机械臂在空中挥舞焊接，火花迸射。那一刻，空气里弥漫着久违的希望气息。陈默站在操作台前，一边看着图纸一边汇报道：我们那边也在同步筛选机甲神经链接的适配者，目前的数据并不理想，数百万部队中只有不到100人能达标。如
如果按照这个比例推算，我们预计全国筛查结束后能挑出1万名合格的机甲后备操纵员，这已经是最乐观的结果了。他说完又看向夏浩瑞，语气沉稳。在我来之前，我们首长已经下令全力支援重灾世界的大夏，无论是机甲操纵员、能源补给，还是战备物资，能动员多少我们就支援多少。夏浩瑞闻言心中一震，他郑重地站直身子，朝陈默微微鞠了一躬。感谢你们的大义相援。我们这边目前的机甲后备操纵员大约还有300多位，但相较于庞大的战线，这点人杯水车薪。真正困扰我们的不是人，而是机甲不够。陈默点头，立刻回应。这一点我们已经着手解决。我们那边的雷泽机甲生产线刚刚启动，产能正在逐步提升，预计1个月后月产可达100架，3个月后月产将突破1000架。到时候我们会优先将一部分机甲成品运送到你们这里。夏浩瑞闻言，眼中闪烁出久违的光。太好了，只要机甲足够，我们就能稳住局势。等我们这边的适配者不够时，也希望你们那边能支援一批操纵。陈默笑了笑，语气笃定。放心，我们是同一个大夏，你们需要多少我们就送多少。另一边科研区彻夜灯火通明，万志渊博士脱下防护手套，手掌满是汗与烧痕，却连片刻都不敢停。加把劲！他嘶哑着嗓子喊道：“每快1小时前线就能少牺牲1个人。”钢铁的轰鸣在车间回荡，技术员们红着眼顶着疲惫，在高温与轰鸣中与时间赛跑。运输吊臂缓缓移动，巨大的星辰钛合金胸甲被装上机体骨架，玄辉石核心稳固地嵌入能量舱，双蓝晶导流管发出幽蓝的光，零碳钼矿的能量脉络沿机甲全身延展，如同为他注入一条生命的血脉。与此同时，前线岳伟峰驾驶着目前唯一一台雷泽机甲，仍在虫海中辗转鏖战。机甲的表面早已布满伤痕，能量护盾频频报警，可他依旧不肯退。再坚持一下，只要新机甲移到防线，就能稳住。他几乎咬着牙念出这句话。星辰战斧划过长空，一斧下去，数十只虫族被劈成飞灰，燃烧的虫血在装甲上炸开，将这具钢铁巨人染成猩红。岳伟峰的声音透过通讯频道：“我能撑，雷泽还能再战。”基地这边终于传来捷报，在万志渊博士与众多制造专家研究员的共同努力下，5台全新的雷泽机甲正式完工。通宵不眠的技师们瘫坐在地上，看着那5具傲立在灯光下的庞然铁躯，眼中尽是泪光。这就是我们的奇迹。随后机甲候补区安静的出奇，没人争功，没人喊要第一个上，所有合格的适配者都沉默地将操作权限让给最合适的前5人。去吧，带上我们的怒火，替我们打回去。短短几句话，却如同一场无声的誓师。当天凌晨，001号基地5具雷泽机甲整装完毕，装甲反光能量舱亮如心跳。雷泽2号至6号出发，随着指令落下，5道巨影猛然弹射升空，地面扬起漫天尘浪，它们撕裂夜空，朝着最危急的防线轰然奔赴。